今天要分享一部都市剧《恋爱何必认真》。剧中女主小纯是位陶瓷设计师，年轻就被提升为主管。虽然单身27年，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，享受自己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的自在生活。那天，她和高中闺蜜们在西餐厅聚会，遇到了英俊的店长长风。长风靠帅气外貌吸引顾客，对追求者总是敞开心扉，但其实他对爱情没多大期待，从不与异性长久交往。长风的帅气让闺蜜阿珍和小青惊艳，只有小纯专心看菜单。闺蜜们埋怨小纯对帅哥无动于衷，觉得他没尝过恋爱的滋味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小纯硬着头皮反驳，一个人生活也挺丰富的，太投入恋爱反而是浪费时间。旁边的长风深有感触，忍不住觉得有点惺惺相惜。他发现小纯对餐具挺有研究，特地为他准备了精致的瓷器。细心的小纯注意到了这细节，心里暗赞长风服务细致入微。离开餐厅时，小纯被闺蜜甩在后面，一路小跑，差点摔倒，被长风及时接住。这段短暂的接触让小纯找到了机会感谢他，特意为他准备了精美的餐具。长风习惯性地展现了他的暧昧技巧，这让小纯觉得有点超过界限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就赶紧离开了。其实小纯并不是对恋爱或异性有抵触，只是她见多了单亲家庭中母亲因爱受伤的情形，所以她对爱情失去了信心。她一直对高中学长阿拓情有独钟。巧合的是，两人现在同在一家公司工作。阿拓常年外出开拓市场，最近才调回总部。看到小纯，立刻兴奋地打招呼，还邀她晚餐，暗示有要紧事要说。小纯心想对方一直对她格外热心，猜他可能打算借晚餐机会表白，心里挺乱的，不确定是否该谈恋爱。他满怀期待走进约定的餐厅，却看见阿拓竟带了小纯的下属慧慧。原来阿拓和慧慧异国恋终成眷属，他们想请小纯这个两人共同好友来主持婚礼。小纯内心一落千丈，强忍悲伤答应了邀请，为他们策划了隆重的派对。通过他的巧思设计下，派对虽然很成功，可是小纯作为策划头患得患失，始终乐不起来。那天和服务员长风道别时，他曾温暖地说可以随时找他，结果他不知不觉来到了他的餐厅，想借酒消愁。长风见小纯一脸愁容，一杯接一杯的喝酒，便温柔地把他拥进怀里，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倾诉心事。然后长风温柔地说他的房间在2楼，在那儿小纯可以随心大哭。他这么说的时候，长风的唇逐渐靠近，让小纯立刻清醒，慌忙逃出了餐厅。接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小纯一出门就跌倒了，还不巧看到阿拓在社交媒体秀恩爱的视频，身体的痛和内心的伤一起袭来，直接把他拖进了负面情绪的深渊。这时候长风因为小纯酒钱没给够追了出来，两人目光相对，小纯突然哇的一声哭出声，泪水模糊了小纯的脸，意外触动了长风的保护欲，不由自主地想要保护这个看似坚强心里柔软的姑娘。第2天清醒后，小纯向闺蜜们诉说这段尴尬经历。性格直爽的阿珍听长风邀请小纯去房间，直接说该体验一下大人的乐趣了，还说长风这种既帅又不拖泥带水的男生最合适。小纯虽口头上拒绝，心里却在琢磨这番话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碰上了高中死党大金。闲聊中，大家渐感当年的亲密气氛，决定办个变装主题的校友聚会。散场后，阿珍匆忙赶去见男友，她男友已婚，很少陪她，这次聊了没几句就接电话走了。阿珍气愤又恼怒，决定买零食解闷。在便利店，因为帅气店员，很快就忘了男友，开始跟小鲜肉调情。第2天，闺蜜们聚在一起，又聊起了小纯的情况，建议她如果对长风不满意，可以考虑大金来迈出爱的第一步。几天来反复思考后，小纯开始心动了，但她一直将大金当成挚友，马上拒绝了这个主意。犹豫不决之后，她来到了长风的餐厅，羞于启齿的她许久都没说出来，只好借口说是来定聚餐地点的。长风顺势跟小纯聊起来，谈到他特别的恋爱观。长风开玩笑说不想麻烦，不如和他来个形式上的恋爱。这话正中小纯的心思，他差点就答应了，但又怕显得轻浮，犹豫间错过了机会。到了聚会那天，小纯的闺蜜小青特意穿了华丽的公主裙，结果被她老公批评装嫩。刚到现场，衣服就被同学不小心弄上红酒，心情不好的小青就躲开人群，单独到厨房后院发呆，碰上了忙完活的主厨妖叔。药叔见小青裙上全是污渍，脸上也露出忧愁，用他的秘技轻松去掉红酒污渍，还连连夸赞小青的打扮。这一刻，
婚后与老公感情生疏的小青，感受到了久违的关心和温暖。聚会散后，同学们纷纷离去，小纯拉着曾是密友的大金继续畅饮叙旧。在酒精的驱使下，阿珍的提议在小纯脑海中浮现，让他萌生了醉酒助兴和大金一起庆祝成人礼的念头。面对小纯的邀请，稍有心动的大金并未拒绝。当他见到小纯那准备受刑般的表情时，意识到小纯对他并无爱意。趁小纯出门买避孕套时，留了张纸条就走了。纸条上劝小纯不要勉强自己，第一次表白就遭拒，小纯心情沉重。他失望地找到长风，提出来一场游戏式的恋爱。说完，小纯大胆地抱住了长风。小纯面露挣扎，长风选择了放手，留他床睡给喝多了的小纯。小纯居然在沙发上打地铺，没料到这事，拿出勇气还屡次受挫。更倒霉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他刚睁眼就碰见来访的阿拓，完全没想到阿拓和长风是兄弟，尴尬地说明他们的关系。越说越乱，眼下被已婚的阿拓误会这段感情也不是小纯最头疼的事。他一想到长风未拒绝他的建议，但在最后一刻却停顿了，不禁担心他可能有别的打算。不久之后，长风发来了约会邀请，这让没谈过恋爱的小纯手忙脚乱，让闺蜜阿珍和她男友一起来参加双约会，好帮她减轻尴尬。因为小纯难得的恋爱机会，阿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和新认识的小鲜肉阿克一起去约会。约会期间，小纯主动建议去参观附近的陶艺馆，阿珍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，没多会儿就拉着阿克离开了。一对一相处时才发现，阿克虽然显得害羞，实际上是个既幽默又风趣的人，经常让他笑得前仰后合。正在此时，两人偶遇阿珍的有家的男友正和新欢逛街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阿珍的吃醋心态爆棚，拉着阿克走过去冷嘲热讽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阿克一直了解阿珍与男友的事，但总觉得这段情感不够深刻，直到目睹阿珍刚才的吃醋情景，他才知道阿珍确实是真心爱着男友。想到阿珍对他可能只是一时兴起，他感到心里泛起寂寞感。另一边，长风耐心陪着小纯游览了艺术馆，得知阿珍和阿克不见了后，便带小纯去游乐园闲逛，体验做玻璃杯。这一天，原本是爱情为浪费时间的小纯，首次体会到恋爱的趣味。但好景不长，在小纯的生日那天，他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女孩在长风家的自拍。按常理，他和长风的关系只是形式上的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被背叛了。这时长风突然来访，他们上次约会，无意中得知小纯的生日，于是专门送了一条手链当生日礼物。小纯一想到那张模糊的照片，怒火中烧，狠狠地把手链扔到了地上，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。其实小纯明白他和长风的关系，他没有权利限制他和别的女孩交往，但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嫉妒。心情不好的他找经验丰富的希姐诉苦。希姐对小纯说，有些人为了排除情敌，故意发这种照片迷惑人，想知道真相必须亲自确认。小纯觉得讲得通，就去找长风，间接地问他交往后有没有带其他女生过夜。他否认了。长风诚恳的表情让小纯的疑虑减少了些。为了更清楚真相，他查看了小美的社交账号，想找一些线索，结果发现小美曾在长风家过夜，但他朋友的动态显示，他那晚其实在朋友家里狂欢到天亮。小纯意识到小美正是希姐说的那个用烟雾弹搞破坏的人，急忙去长风家，向长风为自己的误会道歉。事实正如希姐所说，以前小美经常去长风那里找安慰，可惜自从长风和小纯在一起后就不再搭理他了。小美又用这招来动心，成功诱惑了长风。这时他又来到长风家，想以貌取人转化他的心意。小纯恰好来道歉，撞见了这一幕。幸好他看透了小美的真面目，并没有错怪长风，大发雷霆警告小美别缠着自己男友。小美也不甘示弱，反驳说长风从不把任何人当真伴侣，嘲笑小纯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。小美揭露了真相，让小纯像泄气的球一样，觉得自己的高姿态很可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情形让长风感到心疼，他立即用一吻表达了爱意。小美以前没见过长风如此主动，她崩溃地跑了出去。小美一离开，长风就更放肆了，用一晚的情谊彻底俘获了思绪空白的小纯。小纯感情一帆风顺，而闺蜜小青则在一段近段之恋上试探极限。小青的老公是个标准的宅男，下班后就沉迷于游戏世界，连结婚纪念日都忘了，只顾着买新游戏，完全不顾小青的感受，把小青孤单地留在了餐厅。小青最伤心的时候，
是主厨叔叔在餐厅里温柔地陪着她，让她慢慢感到一种新的情绪。3个好姐妹里面，最复杂的感情属于豪爽的阿珍。她发现自己的已婚男友竟然搭上了一个年轻女孩，一怒之下用刚认识的阿克去刺激她。男友看到后惊慌失措，急忙用昂贵的包包来讨阿珍的欢心，并解释那个女孩其实是他的女儿。误会消除后，阿珍为了平息男友的醋意，阿克其实只是他认识的一朋友，平常也没怎么聊过，突然间就和阿克约出去了。相处下来，她越来越觉得这个男生既好玩又可爱。当她忍不住想要更进一步时，阿克总是找理由拒绝，这让阿珍越发好奇。在和闺蜜深聊时，擅长玩爱情游戏的阿珍知道小青喜欢耀叔后，马上帮她想主意，想个重办法让她和耀叔增进感情。可惜他们的努力不但没让小青得手，还差点让小青的丈夫发现。故事转到小纯这边，自从与长风有了初次亲密接触后，两人互动越发密切，小纯逐渐陷进长风的温柔中。这时候她看到长风还是像对待空调般温柔地对其他女生，心里的疑虑又重新悄悄爬上心头，生怕自己是这段恋情中唯一认真的人，整天心神不宁。这一切都没逃过同事阿拓的眼睛。阿拓是长风的亲哥哥，也是公司唯一知道他俩恋爱的人。他注意到小纯从未在别人面前透露过与长风的关系，即便长风来公司看望，小纯也总是赶快澄清两人的关系，趁着单独时刻好奇地打探对方为何这样做。在阿拓的追问下，小纯坦白了自己的担忧，他怕长风终将离他而去，不想被下属看到自己被甩。阿拓总认为他们很般配，便急着给小纯出主意，提到长风性格强硬，遇事不求助于伴侣，但恋爱得互相支持才能长久。如果小纯能让长风学会依靠他，或许这样长风就会真心相待。小纯听阿拓一番话后陷入沉思，对怎么做还一头雾水。这时偏偏天帮忙，长风工作的餐厅突遇巨大危机。这家餐厅的老板也就是长风的父亲风霸，他告诉长风，主厨的叔叔多年前犯过诈骗，最近好像有媒体在追问这事。他担心曝光后其他店面也会受影响，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解雇耀叔，餐馆换主厨，经营会变得艰难，所以风霸打算等耀叔找到新工作后再关店。长风不愿意和常年合作的耀叔分开，但餐厅归风霸所有，无奈只能接受。耀叔面试的日子正是餐厅最忙碌的时候，小纯去找长风，见店内一片混乱，立马帮忙收拾。客人离开后，小纯发现一直在店的风霸，原以为是新来的员工，一问才明白这位陌生大叔是店主，并打算在叔叔离职后关店。还没从这震惊中反应过来，就见长风满脸不高兴地走出门，匆忙追过去。他知道长风对餐厅付出极多，在这种境况下肯定很伤心，想要帮他减轻负担，诚诚实实地说，只要你需要帮助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长风觉得叔叔去面试和餐厅忙碌不过是巧合，对小纯的好意未做回应。不料不久后又麻烦上门了。那天长风收到了一个大团体的预定，他以为有耀叔帮忙，觉得没什么难度，谁知耀叔突然有面试去了，长风只好独自一人忙上忙下。正当他手忙脚乱时，突然想起小纯之前的建议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打电话求助。小纯二话没说就带着朋友们来帮忙了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混乱现场很快被整顿好了。营业打烊后，面试结束的他也返回了餐厅。由于档案里的那些丑事，他面试一个个落空，沮丧地躲开了大家。看到这情形的小青担心地跟了过去。叔叔心知肚明小青为何靠近，但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份情感，及时劝小青别靠近他。小青却说他不介意，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跟耀叔在一起很高兴。耀叔被小青严肃的脸色吸引，稍微出神。接着长风为了感谢大家举办了宴会，借机宣布要接手爸爸的餐厅。虽然这意味着要自行承担盈亏，但他相信自己不是孤军作战。在说这话的时候，长风一直深情地看着小纯。这一刻，之前总是疑心恋人的他，在这次危机中慢慢感觉到可以依靠小纯了。大家聚会时，好久不见的长风妈妈突然来访，她一看到长风立刻热情拥抱，见到跟着来的小纯，莫名其妙透着敌意。风妈一直被安置在戒赌中心，这一次她趁监管松懈悄悄逃了出来。她向长风承诺一定会改掉赌博，请求让他在餐厅工作避难。面对风妈那悲切的求助，心软的长风没拒绝。他知道风妈有不少坏习惯，提了个条件，
风妈如果再次沉迷酒精或偷喝酒，就得回到康复中心。风妈马上同意了，但不久后，她对长风表现出极端的占有欲，任何接近长风的女孩都成了她的目标，连正式女友小纯也不放过。每次这对情侣甜蜜亲密，风妈总爱跑出来搅局，不给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天真的小纯没察觉到什么异常，她现在更关心的是餐厅的经营，因为风爸承诺，只要餐厅3个月内营收比去年增加30%，就把餐厅的管理全交给长风。就在这时，有媒体爆出餐厅主厨叔叔曾因诈骗入狱，店里的营业额立刻大幅下跌。小纯这才明白风爸为什么那么想关店，还埋怨长风没告诉他这么重要的事情。幸亏小纯聪明机灵，他想与其遮掩这件事，不如主动面对媒体采访，只有让大家和他们一样了解耀叔的人品，才会放下芥蒂。在小纯的支持下，耀叔走到镜头前谈才能释怀。他坦诚分享自己过去的错误和决心改过自新。发布采访后，诚恳的耀叔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餐厅解决了危机，同时也声名鹊起，营业额快速增长。小纯和朋友们闲时经常来帮忙。阿珍最近约会的小鲜肉阿克逐渐成为常驻员工，阿克和阿珍的感情逐步升温。阿克的温柔举动常常让阿珍感动，他甚至因阿克与已婚男友老边分手，在老边的哀求下，阿珍和他度过了最后一晚。不巧被老边妻子委托的侦探拍到了，边嫂气冲冲地向阿珍要300万日元赔偿，搞得阿珍焦头烂额。阿珍的好友小青也日子不好过，和懂事温柔的妖叔相比，她那个懒惰且愚昧的丈夫差远了。小青不止一次考虑离婚，但她知道家人绝不会同意。一向乖巧的小青只好暂时搁置这念头。3姐妹好似命运相连，小纯那边也碰上了大麻烦。自从风妈到了餐厅，事情没少发生，很多顾客都是为了帅气的长风。风妈对长风特别嫉妒，给这些客人找不少麻烦。已经有好几个人向小纯投诉风妈。餐厅目前经营艰难，小纯不想因风妈让餐厅再遭风波，直接责备了她。风妈看到长风正走过来，马上哭诉小纯欺负她，使小纯无法辩解。小纯对风妈的古怪作风感到好奇，专门去找长风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拓打听情况。一探究竟才知，风爸和风妈早已离婚，风妈还多次进出戒毒机构，有时候回来还常常忽略长风。看不过眼的风爸曾想把长风带走，但长风总是担心风妈，宁愿留在他身边。小纯听后想起了自己像似的往事。小纯的妈妈完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常常为了男人忽略小纯，甚至用小纯交的学费来供养男人，让小纯经历了许多困难。在小纯看来，这样的家人应该果断割舍，纠缠不清只会拖后腿。他曾试图劝说风妈离开长风，但每次提起这事，风妈都会情绪失控，向长风投诉小纯对她的恶感。有次，风妈甚至拿刀冲出来，边哭边诉说自己在公司多么难受，边逼小纯离开餐厅。长风看不下去风妈那样，按要求让小纯走了。小纯明白自己改变不了风妈，也动摇不了长风，只能无奈选择放手。他在路上碰到难过的小青，原来饭店来了个叫沙罗的贵妇，一进门就和叔亲吻，让小青心都碎了。2姐妹互诉心中的伤，抱头大哭。这时候阿珍也不好过，正头疼赔偿的事，她觉得老边有责，切断了联系。老边依然留恋，总是发短信希望修复关系，不料被阿克看到了。阿克之前听说阿珍和老边分开了，以为阿珍故意没告诉他俩还在联系，心里满是疑惑。这时候他碰上了老边，试探着问了问2人的现状。心里有事的老边把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，说他只是想向阿珍道个歉，但阿珍一直没回他。之后阿克从小纯那儿打探，阿珍为了还债选择了陪酒，拉上满是愧疚的老边募集资金，同时劝阿珍辞职。阿珍被他们的真心打动，决定辞职，但这样一来，他要怎样凑够边嫂要的那笔大赔偿？情急之下，阿克带着2人去边嫂家道歉。边嫂气得不行，骂阿珍无耻勾引老边。阿克看不过去，赶紧出面解释，说老边是因为太爱阿珍才纠缠不清。阿珍吓得赶紧打岔，说老边就是贪恋她美色，2人根本无感情，这才让边嫂气消一些，同意收下阿珍目前筹的钱作为赔偿，然后回家了。阿珍里责怪阿克不懂得分场合说话，用一个深情的吻严厉地惩罚了他。2人情不自禁坠入了爱河，他们的恩爱让小纯羡慕不已。小纯已经不再考虑回到长风身边，2个倔强的人把上，次的离别看作永别。
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，甚至忘记他们的恋情原本就是敷衍的。最近因业务，老友大金和小纯联系频繁。学生时代的大金和小纯无所不谈，不仅认识纯妈，还明白他们母女的冲突，一直在尽力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，甚至安排他们见面。最初小纯以为自己会很排斥，但和纯妈谈话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很想和解。纯妈这些年感情终于稳定，一直在努力弥补小纯。在大金的推动下，小纯与他母亲的关系终于缓和。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大金对小纯的感情已不仅是友情，他频繁半认真地对小纯示爱，小纯却总是回避这个话题，表面上不承认，但他心里始终挂念着长风。关键时候，阿珍和阿克助了一臂之力，他们透露长风近来总是神魂颠倒，显然也是情感困扰。小纯虽假装漠不关心，正逛街时，偶然抵达长风餐厅的后门，巧遇风妈正头疼如何处理食材。小纯没有纠结之前的不快，耐心地教他一些处理食材的小窍门。这举动意外赢得了风妈的好感。到了晚上，风妈随意提起这事，长风一听说小纯来过，往事涌上心头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念，不计后果地跑向小纯的家，希望重燃旧情。这时小纯正和大金一起走在下班的路上，两人说说笑笑。小纯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或许跟对方结婚是个好主意，然后不知怎地就脱口说出来了。真巧，长风正好撞见这一幕，三人顿时面面相觑，场面一度失控。这时大金看到小纯已经回家，他还在回味那句话，匆忙跟二人道别。长风突然感到危机，连忙向小纯表露真心，求复合。小纯始终猜不透长风的真心，不愿再纠结的他甩出一句我即将结婚了，使得长风哑口无言。画面快速转换，小青的感情终于画上了句号。那位曾强吻妖叔的女人曾和妖叔有断情，此次来意只为与妖叔合作，高薪请他去巴黎共开餐厅，合同期限3年。妖叔舍不得多年的餐厅，更舍不得小青，便直接拒绝了沙罗。但一次意外让他变了主意，被他骗过的人见到报道找上门复仇，最后是沙罗用钞票能力解决问题。妖叔明白这事儿有一就有二，犹豫了一阵后接受了沙罗的邀请，让已经熟练掌握厨师工作的长风来替他。去巴黎的那天，小青急匆匆跑到机场告诉耀叔，她已向丈夫提交了离婚申请。自幼至今，她一直按父母的意思行事，这是她做过的最不理智也是最大的冒险，但她不后悔，决定在餐厅修炼厨艺，努力学好，好帮耀叔一把。小青的深情让妖叔感动极了，两人约定3年后重逢，届时耀叔回国，两人共度余生。耀叔终获幸福，长风却运气不佳，得知小纯将婚讯，他便天天借酒消愁。风妈听说长风因为小纯心情难过，心里真的挺难受，以为自己拖累了儿子的爱情，于是风妈拿出餐厅的名酒陪长风大喝一场，叹息说，我曾经承诺如果偷喝酒就得回福利院，看来我该回去了。醉酒的长风只能静静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风妈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小纯那里，因为关心风妈，他特地去了对方的单位。风妈希望小纯能看在他让步的份上，跟长风和好如初，但小纯更在乎的不是风妈介入没介入，而是长风到底爱不爱他。命运没有给小纯太多考虑的机会，很快他就面临了决定。大金郑重地请他到一家高档餐厅，并在那里向他求婚。小纯面对着满桌高级菜肴，却一点胃口也没有，对大金的求婚也无感。他带着歉意拒绝了大金，然后直奔长风的餐厅。餐桌上正放着一份简单饭菜，这是长风平常的员工餐，但对小纯来说却格外美味。他拉着一脸茫然的长风跑到公园，让长风大声向他表白。长风没有拒绝这个古怪的请求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高声喊出，我喜欢你，不准你别再离开我了。长风同时展示了他修好的手链，这是小纯之前打碎的那条。他接着坚定地说，不管有多大的裂缝，他都会修好的。两人对视而笑，所有误解和疑虑瞬间烟消云散。不久之后，长风终于从父亲手中接管了餐厅，与小纯共同筑起他们的未来。虽然路径坎坷，泪水不断，但他们的甜蜜早已洗去所有痛苦。剧中女主小纯从小就见识到纯妈因恋爱糊涂的后果，因此始终保持单身。她骨子里还期待着浪漫的爱情。接着她跟号称中央空调的长风约了一场表面的恋爱，起初双方都觉得可以随时退出，回过头来才发现已经深陷爱河无法自拔。
这部剧叫做《恋爱何必认真》。也许恋爱可以不用太认真，但情到深处，谁能轻易逃离爱情的漩涡？